你在吴成祥案发前1年离开明川去广州，这事儿和吴成祥有没有关系？有。吴成祥对我说，可以让我出国，也可以让我过上国外上流社会的生活。如果经过查实，沈南确实在旅游期间没有和吴成祥通过电话，那他就应该庆幸了，这会让他比较容易说得清楚。小丹出差都快1个月了，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他给你打过电话没有？没有，刑警干的就是这个工作，所以女人能在刑警队坚持下来的不多。咱们县挂钩扶贫会啊，连开3天，这个大小餐厅啊都已占满了，只能临时啊给你们开个这个小会议室当餐厅，这摆上2桌还挺宽敞的。好，谢谢啊。来，看行不行？大象，哎，挺好，挺好。哎，小王，谢谢。把办公室的2台电风扇拿过来。好的。哎，再需要啥尽管说啊，给您添麻烦了。谢谢。哎，好。哎，好，那你们忙，我就走了。好，您先忙。好，再见。哎，小丹，咱这都怎么样了？太好了。是吧？王队，你来的可真是时候，我们俩正要说去找你呢。哎，这厂子我可找着了，不过请神的这差事还得劳您王队大驾。哎呦，你可这是弄的，弟兄来到我们这儿，也给我们请客，怎么能让你们请啊？嗨，不都一样吗？哎，兄亲戚，不好意思啊。哎，东方啊，我还有点私事想让你办一下。说。哎呀，说出来实在是不好意思啊。王队，您这可就客气了。有什么事儿，要是能办，咱们就办；办不了的，咱再想办法。是这样，老母亲得了胆结石，就谢院，下午出院了。哦，在这批偏的地方，班车每天早上、中午发2趟，是我们局的车，一趟坏了，2趟直到现在还没回来。王队，别说了，是想借车是不是？就是，不算太远，就在黄寨沟大刘庄，40公里。老母亲和个弟媳妇，我去送一趟，2个多小时就回来了。哎，王队，那可不成啊！您要是一走了，我上哪儿去接人去呀？下了班就得把他们接到这儿来，要不然谁下了班回家还上咱这儿吃顿饭来？接人这活儿，王队，您可得给我盯住了。对，王队，你可不能走啊！你要一走，我们这儿可就冷场了。哎，是啊。你去？还是我去吧。2桌酒席，你们1人陪1桌。我不会喝酒，一女的凑桌上，老爷们说话也不方便。40公里2个小时我就回来了。哟，这合适吗？这还是问题吗？成，小丹，那你就跑一趟，注意安全啊。没问题。那就行了，一趟了。走，王队，早去早回啊，送车就回来。哎妈，到了。大娘，上车吧，小心点儿，慢点儿，可以放后面吗？小丹，不好意思，辛苦您一趟。这条路好记啊，我来的时候顺着大路朝南走，就回到县城了。行，我知道了。对，你去忙吧。好的，谢谢您了啊。不客气。谁也没有想到，这次出车是我与大家的决定。当时不管谁出这趟车，都有可能发生死命事。大妹子，顺着这条路一直走，不拐弯就到了。好，我知道了。女子，你这个车能不能开快些？大妈，这车开的不慢，咱这路不好走，再快就颠了。您别着急，一会儿就到家了。我不是急着回家了，我是说你这个车咋就跟我以前坐的那个车就不一样？我以前坐的那个车一晃一晃的，你这个车不晃了，我还不习惯了。你咋开快些？好。
大妈，哎慢着点儿。哦，妮子，这回就可把你麻烦上了。没有没有，别客气了。哎，快接回来，回家里来。家里坐大妈，你好好休息，我就先回去了。哎，吃了饭再走呢。不了，我天黑还得赶回去呢。喝点水再走嘛。不了不了，那我先回去了。那你快点睡吧。大妈，你好好休息吧啊。哦，哎，再见。麻烦你了。没事再见哦。哎，再见，进去吧啊。哎，你回去吧。啊，没事。你让大妈按时吃药啊。哎，大妹子，顺着这条路啊，直走不拐弯。好的好的，知道的。啊，再见啊。哎。是明川警察，找死啊你！站下，别动！原地都别动，该干什么干什么，千万不要往那边看。喂，原因吗？听着，别打断我。我在陕西秦谷县一条返回县城的土路上，不管怎么巧了，总之是碰到了通缉犯黄福海。他是古城3起武装银行抢劫案的首犯，还有3个我没有看清楚。他们正在路边被吉普车换轮胎。我这离秦谷县城大约15公里，20分钟开车就到。这是我出来执行任务后第一次与元英通话，也是最后一次通话。元英什么也没说。怎么样？快点！这种地方没车死定了！快点，给我加个螺丝！别慌，千万别慌。待会儿收拾工具上车，都显得自然点，跟没事一样啊！我是小丹，我在返回县城的路上，意外和古城913银行爆炸抢劫案通缉犯黄福海相遇。他们一共有4个人，开着一辆北京切诺基吉普车，判断他们应该有武器。这是明川的警车。可他们干的是古城的事儿，所以这辆警车不是冲他们来的。要是真冲他们来的，刚才他们就动手了，也不会只有1辆车。我的位置距县城大约15公里，具体地名不详，请求增援。完毕。车上是个女的，副驾驶座没人，一般领导坐后边。没事，放松点，放松点。
大哥，这车停好了，咱们。大哥，掉头吧，往回跑。大哥，要动手就得先发制人呐。实力悬殊，又是一帮亡命徒，要歼灭或制服对方不现实。但是这块地形不错，完全可以利用这辆车越野能力强的优势，在这块开阔地里周旋。放屁！这一旦暴露了，大队警察马上赶上。你看这光头村连藏身的地方都没有，你不等死了？他们已经没有备胎了，只要打掉一个轮子，他们就跑不掉。人的2条腿，咱们也跑不过越野车的4个轮子。放松点，一会儿保持正常车速，往县城里开。如果他们觉得咱们可疑，这正说明了不是冲着咱们来的。咱们一跑，反而暴露了自己。对方根据车牌可能有所察觉，如果他们经过这里时突然停车袭击怎么办？近距离1支枪对付4支枪，那就一点机会也没有了。今天咱们是出来干活的，你还没出门就栽在这里，真有事儿，人多的地方也容易脱身，脱不了身也能抓到几个人质。如果对方掉头往荒原深处开，在2辆汽车追逐射击的情况下，打掉轮胎非常困难，距离稍远，子弹打不到轮胎上就不起作用了。放松了，开车。车过来了，要么是他们突然停车袭击，要么是担心调转方向反而暴露了自己，袭击的可能性不大。他们还不能确定明川的警车就一定是冲着他们来的，否则在他们更换轮胎的时候，警方就该动手了，也不可能是1辆车的警力。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他们不会主动攻击，只能赌一下了，利用对方的求生心理，争取先发制人的机会。振明，万一前面有情况，你下车。你是本地人，本地口音，情况非常熟悉，没问题吧？知道了，大哥。好，坚决，你身上有炸药，一定要小心。就是前面有情况，也别先下车，万一把炸药给打爆了，那咱们死的可太窝囊了。放心吧，大哥，我知道。一旦打响，争夺汽车就会成为他们首要目的，不能让他们以汽车为掩体，一定要保持在子弹的有效射程之外。别慌，千万别慌，照着这个速度稳着开。都别动，别动！警车里只有一个女警察，这是巧合。谢天谢地，赌赢了。振明，你下车，想办法靠近他，把他干掉。我们需要来6次。现在警察肯定正在往这赶，时间不多了，不能让他开着车跟他们兜圈子。这种荒下地没有车，等死了。明白。你咋回事？
你警察还是土匪？你什么意思？你敢把我车当成什么了？这是我个人的车，这不是国家的车。这是个机会，李正一枪毙命，给他们造成心理威慑，让他们不敢贸然单独靠近。难道看错人了？那袭击名车又要受到处分了？你警察，你是为人的，你害人的。他手是空的，我见过你们这样的警察，怎么也不会由我出枪管。只要我突然举枪，他就会有本能的反应，其实一目了然。你咋回事？这边，这边，这边！我知道你是谁了，你不是明川的，你是古城的，你姓瑞，一定是瑞警官。我听说过你的想法，我就是被你们通缉的。王福海，早知道有今天，老子就在古城把你干掉了。轮到这你在这给老子找麻烦，瑞警官，我知道我们是偶然撞上的，古城离这儿有800-900公里，咱们能在这儿碰上，那才是天大的缘分。看见了吗？这腰带里有30万。是我们哥几个出去干活的盘缠，都给你了。咱们前世无冤，今世无仇，只要你今天放我们一马，来日一定报答。给我打！咱们跑！想分散跑，我就盯住老大黄福海，他们就会分而不散，还得聚回来。真散了，他们就从内部瓦解了，也就没有多少战斗力。监局，再这样拖下去，县城里的警察和武警很快就能赶到，咱们拼死也是死，被抓住也是死。如果咱们中间有人能逃出去，将来还可以照顾咱们的家人。大哥，我懂你的意思，道理我也明白。咱这次出门就没打算活着回来，到这时候咱就别啰嗦了。你说让我咋办吧？再说我天地良心的说，不行了。如果我和东城逃过这一劫，养老送终的话我做不到，我就不说了。我给你家送去50万。如果我失业，就让天打雷劈，东城也能杀我。横竖都是死。拜托大哥，你说咋办吧？回来！给我回来！我杀了你！快跑！虽然罪犯在心里极度紧张的情况下，
发生精神崩溃是正常现象，但这到底是真是假呢？黄福海再怎么跑也跑不过汽车轮子，而那支枪不能弃在这里啊！一切有违法，应作如是观；违法如是，又当如何？还是有情本位啊！唯独处理不了一个情字，真希望能有个祈祷就管用的天呢。你往哪里跑？笨蛋！这样流血，支持不了多久。备胎只有一个，把2个轮胎都打掉，彻底断了他的念想。等等，瑞警官，你听着！一个女人敢这么玩，有种！我黄某佩服，我早晚是个死。不逃了，我做过很多恶，今天我要做件积德的事情。我把枪扔了，我送你去医院，你流血过多会死的。这个傻瓜，扔了枪，连自杀的机会都没有了，还是贪生贪晕了头，反而给了我机会，让他靠近。他手里没了枪，增援警察就避免了他的武装顽抗。站住，否则我就开枪了。瑞警官，我已经缴械了，你向我开枪是犯法的。再说，我是来救你的，你这么开枪也不人道吧？所以，你不能开枪。相信我，我真的是来救你的。瑞警官，你把四妹给我一枪吧，我早晚是个死。你现在1颗子弹就能成全我，我的政府还给我治伤吃饭，还起诉，剩下一点钱，也算我给社会做过贡献了啊！
我刚才还有机会。我太贪了，我刚才想活。你现在没有武器了，我没有权利处决你。废话！我要是有枪，我还用得着求你吗？怎么买这么多方便面啊？这过年了，地摊得15以后才出来呢。我在小卖部备了点吃的。总泡方便面能行吗？不是泡，是煮。我已经备了一个电饭锅了。你看，夜色多美啊！到时候我就躺在你怀里，听音乐，听你给我讲天国，讲地狱。我就这样悄悄地死在你怀里。我的坟头上开满了细碎的忘我。在微雨的清晨，你穿过蜿蜒的小路而来，手里拿着一枝花，在我坟前默默伫立着。我就永远活在你心里了。乖。我以后不能再疼你了，你自己去找吃的吧。小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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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丹。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丁元英从来没有感到时间像现在这样漫长，他的精神紧张到了窒息，心像悬在深渊的边缘。他做着各种假想，不管感情驱使他做多少种幸运的假想，而理性都清楚地传达给他一种失去的绝望。芮小丹在送秦谷刑警队王队长的家属回家后，在返回秦谷县的路上与通缉犯意外遭遇，在与通缉犯交火前曾打2个电话，第一个电话打给古城的男朋友丁元英，内容不详；第二个电话是打给组长曾华，内容是说明当时的情况，请求增援。芮小丹在交火中击毙通缉犯当地同伙1名，击伤通缉首犯黄福海双腿，吴建军自杀性爆炸死亡。芮小丹双腿被炸掉，左手和左脸有严重的灼伤和大量的铁血嵌入，严重毁容。当场抓获通缉犯黄福海，缴获现金31万1400元，北京切诺基吉普车1辆，6.54式手枪4支，子弹52发，手机2部。芮小丹的遗物：手机1部，现金528元，通讯录1本，挎包1只，钥匙1串。通讯录中已经查到芮小丹的父亲芮伟峰和芮小丹的母亲张慧敏2个人的电话号码。盛丁脱毛的情况就是这些。你马上派个人去，把小丹打给丁元英的电话调查清楚。这个电话对我们了解小丹当时的心态非常重要。我们必须向小丹的家属如实告知所有的真实情况，不能有一点遗漏。我这就去安排。
我们是古城刑警队的，我叫赵国强，这位是王福田，你是丁元英吗？我是丁元英。我们来调查芮小丹的电话，也是来通知一下芮小丹的情况。小丹还活着吗？丁先生，小丹的问题我们稍后再谈。据我们了解，今天下午5点30分的时候，小丹给你打过一个电话，通话时间36秒。我们需要做个笔录，就这个电话的详细内容，请你仔细的回忆一下当时你们的原话。小丹当时说：“我在陕西秦谷县一条通往县城的土路上，不管怎么巧了，总之是碰到了通缉犯黄福海。他是古城3起武装抢劫银行案的首犯，还有3个没看清楚。他们在路边给吉普车换轮胎。这里离县城只有15公里，开车20分钟就到。”小丹的原话就是这样，即便有出入，也是个别词句，意思不会有出入。之后你说了什么？我什么也没说。过了几秒钟，小丹挂断了。你怎么可能什么都没说呢？至少会有个提醒，有个嘱咐吧。小丹有6年警龄，不需要嘱咐。用不用是一回事，嘱不嘱咐是另一回事。你确定小丹就跟你说那些话吗？就没有再说别的话了？你再仔细回忆一下。确定。这就是小丹说的那些话。那你认为小丹跟你说的那些话什么意思？或者是他希望你能告诉他什么？按纪律，他不应该把案情告诉亲属，可是他告诉你了。我只讲事实，不认为。你看一下，如果没有什么出入的话，请你写上日期，签上名字，打几个纸码。丁先生，你是小丹的男朋友，我们是小丹的同事，也是小丹最好的朋友。小丹救过我，虽然我们没有接触过，但是你和小丹的事，我们刑警队的人都知道，也知道小丹对你的感情。现在我代表古城刑警队正式通知你，小丹已经不在了。情况是这样的，小丹在交火当中击毙通缉犯当地同伙1名，击伤首犯黄福海双手，无禁之自杀性暴死。本侦经侦线和古城关局确认，对小丹的善后工作由古城关局具体省公安厅刑侦处和古城关局的领导连夜。丁先生，如果你知道小丹亲友的电话，请代为转告。那我们就告辞了。丁先生，我没想到你会这样对待小丹。作为小丹的战友，对你感到非常的失望。
也有小丹这么在乎感到不值。在关上门的那一刻，丁元英心里非常清楚，无论怎么解释，都会带出一个他对我的感情问题。在旁人看来，他的沉默是一个高尚而残酷的沉默，给他下一个当我面临生命危险却漠然视之的结论，那么他对我的死就负有一定的责任。然而，丁元英认为他对我的感情不需要别人的理解，如果需要理解，就是对这种感情的亵渎。欧阳吗？我是丁元英。什么？知道。欧阳，怎么了？小丹没了，没了。是机场售票处吗？请问有没有明天去银川的机票？一早。要在西安中转。12点50，从西安到银川。明天早上有没有从古城到西安的机票？9点30。好，请帮我订一张这个航班的机票。我叫丁元英。对。当生则生，当死则死，来去自如。
丫头，不简单呐。小丹还活着吗？丁先生，小丹的问题我们稍后再谈。丁先生，我没想到你会这样对待小丹。作为小丹的战友，我对你感到非常的失望，也为小丹那么在乎你而感到不值。欧阳，怎么了？小丹没了。他像平常一样打开音响，开始慢条斯理地摆弄功夫茶具。那种专注的神情，似乎是在做着一件极细致的工作。然而，无论他怎样对抗、舒缓、掩饰，都无济于心头的痛。那是一种心如刀绞、无可忍受、无可抑制的痛。他以为他是明白人，他以为他可以从容达观。过去，他一直以为伤心吐血是文学的夸张描写，而这一刻，他惊异地发现，那不是文人的夸张描写，是没有到那个伤心处。这一刻，似有千万根针刺入心脏，那种像岩浆一样爆发出来的绞痛，撕心裂肺，胸腔哽咽的，让人想哭都哭不出来。
丁先生您好，我是古城刑警队的王福田，很抱歉这个时候打扰您。小丹的父亲刚给局里打过电话，说有几句话转达给你，言辞有些过激。没关系，请讲。瑞先生的意思是，他们家不欢迎你，不希望在秦谷县见到你，就是拒绝参加小丹的后事。丁先生，我们只能尊重家属的要求，请你不要去秦谷，避免大家在秦谷发生不愉快。希望你能够理解小丹父亲的心情，也希望你能配合我们的工作。是因为小丹的那个电话吗？是的，瑞先生不能接受你对小丹的态度。行，我不去。到时候我就躺在你怀里听音乐，听你给我讲天国，讲地狱，我就这样悄悄地死在你怀里。我的坟前开满了细碎的无忘我，在微雨的清晨，你穿过蜿蜒的小路而来，手里拿着一枝花，在我坟前默默伫立着。我就永远活在你心里了。刚才还说去大海，怎么就这么会儿钻地下了？不行，你还得把我撒海里。那你就伫立在海边，你看着无际的大海，落下2滴狼狗的眼泪，然后浪迹天涯，又被一个美女收留。如今，他甚至无法知道我的墓地在哪儿，留下的是永生的魂和永恒的美，而我在天国是幸福和无憾的。坦率地说，这是我从警几十年以来最难启齿的一次发言。在座的各位都知道小丹这个人，
家属有什么要求，请讲。我们能办到的，将尽力办。人没了，什么都无所谓了。我没要求，也没意见，只求尽快结束这一切，结束这种煎熬。小丹发生在秦谷的善后费用，由古城公安局承担。这个我不能接受，这不是情绪，也不是风格。我的女儿，必须由我来打发。那好，我们同意家属的意见。明天上午9点半，在县殡仪馆进行遗体告别仪式。芮小丹穿警服，佩戴警徽。具体的工作安排由公安局操办。首先，请省厅刑侦处赵政委讲话，然后我代表古城公安局发言。接下来，雷队长致悼词，最后安排芮先生发言。发言就不必了，我也没什么好讲的。就这样。芮叔，我和欧阳作为小丹的朋友，想向您提个问题：小丹会被安置在什么地方？是老家古城，还是上海？小丹，跟我回上海。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知道小丹的墓志？这个问题，我不想在这个场合回答。芮小丹同志从警6年来，始终工作在一线，立2等功一次，在多次业务考核和技术评比中，均取得优良成绩，圆满地完成了领导交给的各项任务，和同志们及战友相处融洽。我代表我个人，并以古城公安局全体从警人员的名义，向芮小丹同志致以深切的哀悼。我是以同事和朋友的身份来的。我代表古城公安局刑警队全体同志向小丹同志告别。向芮小丹同志遗体3鞠躬。
等一下，小丹，不能没穿鞋就走。你去开车，送亚文到县城买双鞋。你光着脚不能跑。行，买38号。我跟瑞叔说几句话。待会儿你们不用租车了，坐我们的车回银川吧。听说你们明天开庭，也真难为你们了。银川到北京的航班下午6点有一趟，你们到了北京还有点时间。瑞叔，您什么时候告诉我们小丹的墓志？如果你承诺丁元英不会来打扰小丹，我安置完了就通知你。我不能。如果是小丹没听丁元英的劝阻，那我无话可说。可事实不是这样，事实是，丁元英连一句担心的话都没说，我都能想象得出来当时小丹的心情。我们有权对小丹的墓地保密，我们有权保护我们感情不受伤害。通缉犯是4名死罪武装暴徒，离县城只有20分钟的路程。任何一个警察都会明白，那是小丹的事。我说的是丁元英。丁元英，他说的话对小丹有没有影响？有多大影响？很大。可他沉默了，我女儿没了，这对一个父亲已经足够了。他失去的只是个女人，他还可以再有第2个、第3个，而我失去的是女儿，不可替换，不可再生。你想保密，那是您的权利。如果您改主意了，请您告诉我。我想说的是，您根本就不了解小丹，而您凭借的仅仅是血缘的权利。中国音响界第一例反不正当竞争案将在北京正式开庭审理。此案由于受到媒体的多方面报道，以及商业伦理和音响价格走势的预测等等，在社会上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再加上庭审前传出，伯爵公司将以650万元的高价收购北京格律诗音响有限公司。深圳乐盛公司董事长、中国音响界风云人物林宇峰称败诉及跳楼等等，使本案显得更加扑朔迷离。本台将对审理过程进行现场直播。全体起立，请审判长、审判员出庭。请坐。深圳乐盛音响有限公司起诉北京格律诗音响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一案，现在开庭。被告已违反劳动法，环
境保护法和禁止使用童工的相关规定为手段，获得产品低于正常的生产成本，以伪造商品产地的方式，对商品质量做以引人误解的虚假表示。从产品的生产阶段就已经存在着不正当竞争，那么延续到市场的必然是不正当竞争。被告以低于成本价销售以乐圣旗舰套件为主要组件的格力式音箱，势必会使不明真相的消费者误以是乐圣公司的产品暴利，以至于产生反感和排斥。致使乐圣将不再是最受发烧友信赖的品牌。被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造成了乐圣公司生产销售系统陷入全面的瘫痪，严重的损害了乐圣公司的经济利益和品牌形象，必须依法承担侵害责任。审判长，我请求法庭准许我方证人出庭作证。准许，请证人赵丽静入庭。我叫赵丽静，是村里的教师。我对村里的生产情况并不是太了解，我只能证明那份格律师公司预备股东扩大会议的会议记录是我写的。当时他们会上说了什么，我就记得什么，而且他们在会的所有人都在会议记录上还签了字儿的。为什么要做这个记录？这我不知道。我想丁哥哥的意思可能是留个凭证，证明大家都同意他在会上提的那个干法。避免以后有人埋怨，这事后埋怨这事儿在农村也不稀罕。欧阳让俺几个来北京当证人，让俺告诉法院，俺个格律师公司到底啥关系？俺想来想去，也不知道咋说。你说没关系吧？那公司借俺钱买设备、买生产材料。你说有关系吧？俺个公司就没打过边儿。公司这个包装户签合同，包装户才跟俺签合同。然后俺再给大毛户签合同，然后俺从那包装户那儿拿订单定金，自己买板子下料，然后再买个大毛户，大毛户把腻子打磨好了，就卖给漆面加工户，漆面加工户把泡完好了，再卖给包装户，就是一道一道工序卖下去，全都是现金交易。公司给你们开多少工资？没人给俺开工资啊，俺挣的都是利润钱，干不好还赔了。抗议，原告律师在诱导证人。抗议有效，请原告律师注意。我收回刚才的问题。他们几个把该说的都说了，我也不知道该说啥好了。反正再说还是那些，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凭良心说，俺王庙村的人呢，都是不想让公司输这场官司，人家公司也是扶贫呐。要是公司输了官司，俺农户没了订单，那俺接那一屁股债可咋还呢？那人总得讲点良心吧，俺也不想坑公司。公司不管你们，谁来控制成本质量？谁来监督劳动效率？那还监督个啥？又不是给人家打工，那都是自己的生意。你想偷懒想浪费，你随便。
那一刀一刀的供需都是连本带利的现金交易啊，出了问题都从我的手里头了，要赔都是连本带利的赔啊，那管人家啥事了？谁也不愿意去做的冤大头，不是？你们知道不知道，你们的那种生产方式违反了劳动法、环境保护法和禁止使用童工的规定，是违法行为。你们很苦，包括你们的老人和孩子，你们有权要求自己的合法权益，有权获得劳动报酬。你们不是谁的奴隶。咦，你是咋说话了？你这是？农民种地算不算生产？啊，农村哪个孩子没到地里干过活？我咋从来没见有人管过来？那都不叫使用童工了。都别说那好听了，俺村儿是贫困县里头的贫困村儿，到现在能有活干的不错了啊。城里咋了？到城里都成了城里人了，那城里还不得脏活累活照样干，到时候还不给工钱，还不如俺现在这样嘞。俺都信丁哥说那句话，别把自己太当人了，要吃人家吃不了的苦，受人家受不了的罪，做人家做不了的成本和质量。除了这，那说啥都是假嘞。你们只接受格力士公司的订单，还是其他订单都接受？如果粤盛公司和其他公司也向你们订购箱体，你们能够接受吗？俺巴不得嘞，只要俺能做来，俺都接，越多越好。一开始丁哥就讲这个道理，俺也是为了将来能多接活才这样拼命嘞，要不然俺图个啥？我没问题了，请证人退庭。诉讼双方除了现有的证据，还有没有新的证据？审判长，我有问题需要向对方的当事人欧阳雪提问。准许。欧阳小姐，格力士公司在你进入前的酝酿阶段就已经确定了扶贫的性质，包括已经确定了的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用你的话来表达，就是大哥操持这事儿。你作为格力士公司51%股份的控股股东，一不懂技术，二不懂管理，三没有时间。请问，你后来是通过什么方式履行了董事长的职责？公司有大事儿，我会去找大哥帮我拿个主意，就是丁元英。股东和农户不可能违抗命令，因为是他们请大哥帮忙的，是他们给了丁元英命令的权利，包括我。你请人家帮忙就得听人家的，不然就别请。我感觉公司和农户在大哥手里是一盘棋，他既要考虑农户的前途，也要考虑公司的前途。农户如果只是打工的，就没有长远前途，也就没有做一番事业、靠市场生存的积极性。公司的产品如果完全被农户控制，那么公司就不安全。公司必须得保持一种靠市场也能订购配件的选择。丁元英让公司和农户既从产权上独立，又在市场上联系，不然只会越扶越贫，最后还得把公司给搭进去。我说完了。我们的农民兄弟缺乏对复杂事物核心规律的判断及自我维权意识，我们可以理解，也感到很痛心。格力士公司其实是以市场的方式达到行政管理的目的，因为农户没有选择，本质上还是隶属关系。市场经济的依存关系不等于资产权利的隶属关系。如果对方律师认为两者属性等同，请你拿出法律依据。扶贫不是给予，不是慈善，是向农民输入一种市场经济的生存观念，建立市场经济生存的方式。丁元英先生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才从产权的根本上让农户独立。王庙村穷是客观条件，过去几十年书写式的扶贫，为什么越扶越贫？就是农民在等救世主。丁先生用产权独立的方式告诉农户，从来就没有救世主。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只能靠农民自己。转变了观念的农民，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正是我们党一贯倡导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反对，过去是给党干，现在是给自己干。反对，审判长，我认为原告代理律师不可以把党的利益与贫困农民的利益相对立。反对有效。法庭提请原告代理律师注意你的言辞。对不起，口误。
我刚才那句话收回。原告律师出于推定格律师公司不正当竞争的需要而无视事实，主观认定公司与农户是隶属关系，已经背离了以事实为根据的法律原则。如果原告认为王庙村个体工商户的生产方式构成了不正当竞争，第一，要拿出法律依据；第二，要明确起诉对象。审判长，在 HiFi 音响市场，乐盛是为数不多的能与洋货抗衡的民族品牌，就这么被同胞兄弟从背后捅了一刀。格律诗事件并不在于它自身有多少能量，而在于它引爆了能量，在于它修改了竞争规则。一旦这种行为被法律和社会默许，那就无疑向社会传递了一个信息：我可以这样竞争。各行各业，凡是适合这种生产方式的产品，都会卷入这种恶性竞争。我们看到的将是这样一幅画面：一边是洋人对中国的产品实施反倾销，一边是国人在自己的窝里恶斗。反对，这是用泛民族主义取代法律。法庭现在是依据法律对本案进行庭审，而不是用本案去评判法律。够了。林宇峰沉静地开着车，脑子里还萦绕着庭审的场面，心里有一种解脱的轻松感。全体起立。经本院审理深圳乐盛音响有限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因缺乏相应的事实和证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判决如下：驳回深圳乐盛音响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乐盛公司的林云峰先生求见。你们几个把这几件事再好好议议，我去处理点事情啊。好。就是这位。你好。你好，林宇峰。请吧。啊，林先生，好，请坐吧。谢谢。想必韩先生知道我的来意啊。林先生是音响界的知名人物，袁英是我的朋友。你们的官司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林先生来，应该是和袁英有关系的事儿。我想去古城和丁先生当面谈一谈，把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做个了结。但是，我不知道丁先生在古城的地址。这是袁英在古城的电话和地址。为什么告诉我？林先生是有身份的人，这是我对你最起码的尊重。如果你要是觉着我不会告诉你，你就不来了。你不担心吗？我不告诉你，你就找不到他了吗？我告不告诉你都不影响我对这位朋友负责，除非我不存在了。你可以打电话通知丁先生，我这就去古城找他。袁英是个明白人，
应该知道这件事情，你早晚会去找他说道说道。我现在要是通知他，无非是让他有个应对，这样对你对他都不够尊重，还是保持他的本来面目比较好。那我就告辞了，谢谢。如果不介意，韩先生能不能解释一下你那辆宝马汽车的事情？啊，当然，你可以不解释。那是我和袁英打赌输给他的车，朋友间的一点谈资。至于说打的什么赌，那得等我不做正田总裁的时候才能抖了。悦盛公司，林宇峰。林先生，谢谢。怕死吗？岂止是怕死，生老病死。坐回去，再喝最后一杯茶，全当我给你喝醒醒酒。
此时此刻，面对这样一个一脸憔悴的男人，林宇峰从心里再一次感叹杀富济贫设计的精致。看似平庸而大智若愚的招数，在不知不觉里沦为一个期望的结果。这需要多么严谨的思维和繁杂事物的精确判断。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确实棋差一招。深圳粤盛音响有限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因缺乏相应的事实和证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判决如下：驳回深圳粤盛音响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坐回去，再喝最后一杯茶，全当我给你喝醒醒酒了。喂，赵青。我的天哪，你怎么回事？我刚从古城出来，刚会过咱那位丁先生了。我看你不像是怕死的样子。生老病死，有谁因为怕就躲过去了吗？你是不是料定了我不会杀你？你不缺杀我的心，你缺的是一个杀了我还不影响你自我评价的理由。如果我说我料到，你会用开枪来证明我判断的错；如果我说没料到，你会用开枪来证明我撒谎的错。你怎么样？何许人呢？算个人。这边当庭宣判，余生败诉。哈，这么惨呐，连个择日宣判都没混上。行啊，这下踏实了，不用再扭扭捏捏了，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吧。你怎么把客房给退了？我不回北京了。鸡公山是个有名的避暑胜地，我去山上溜达溜达。你先把严所长他们打发回去，然后和司机一块儿飞武汉，顺便视察一下武汉公司的工作。咱们武汉会合。鸡公山离古城700-800公里啊，一个人开车不行啊。这样，要么你立即掉头回北京，我带2个司机出北京一路迎你；要么你就把车开到郑州住下，我和司机最迟明天中午赶到郑州。我陪你去鸡公山，严所长他们就交给市委大员了。哎，我怎么听见你这话里有话呀？想哪儿去了？我只是心情不好，失眠睡不着觉。咱是人呐，还没成仙呢，你就让我散散心，折腾折腾啊！把我折腾累了，痛痛快快睡一觉就好。说好了啊，武汉会合，我挂了。别挂。杀富济贫，真能救了贫吗？说说，怎么个不能？杀富富不去，救贫贫不离。救主的文化为救主可说，救主不是人，是道。得救不是破了戒的狼吞虎咽，是觉悟。格律诗扶贫是不治之治，说扶说救都是虚妄，赖着痞性胡说。充其量也就是个现代版的灰姑娘，跟你们乐圣画点圆而已。这就是你最不地道的地方。
什么都知道，还什么都干了。你侮辱法律，奴役农户，败坏市场风气，你毁掉了一个响当当的民族音响品牌。从你身上，哪还能找到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应有的社会责任和道义？又算是什么英雄好汉？我来古城，就是想见识一下你是何许。这2颗子弹本来是给你的，你留着。你死不死对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不能让你太自以为是。我要让你知道，我看不起你。97的加满。师傅，这儿离鸡公山还有多远啊？有近300公里，赶赶天亮就到了。谢谢啊。古城之行了却了林宇峰一桩心事。他知道诉讼之后等待他的都是些什么：股东、债主、公司、同事，方方面面的人都来跟他做工作。然后是乐盛与葛律师接洽，然后是谈判、妥协、签字画押。无论你是扭扭捏捏，还是半推半就，其结果都早已被人注定。他无法躲避，但是他又不愿面对，更无法承受。他不想让人看出来他是自杀。他所设定的死，只是由于疲劳驾驶所导致的一次意外事故。原来是可以被憋死。就这样吧。一场诉讼在乐盛知名品牌的烘托和媒体的大肆炒作下，使葛律师公司一夜之间名扬四方。一时间，报纸、电视、网上围绕着得救标准与得救之道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讨论。而林宇峰的微妙之死，更激化了有识之士针对丁元英个人的痛斥。你进。韩总，坐吧。商厦调整中层管理机构的方案草拟好了。您看元英这事儿怎么了？这媒体都炒成一锅粥了。他这人一向清静，怎么捅了这么个马蜂窝？元英已经不关心这些了。手里的人不在了，
这些对他已经没有意义了。丁哥，你找我？来，里边坐。来坐。我这准备，最近也该走了。趁着明天是中秋节，把你叫过来，有几句话想跟你絮叨絮叨。你也趁着这个空，回家过个节。丁哥，你看小丹的事儿，我也没。刘斌，咱们终归是有一段唱片的交情，啊，临走前我多句嘴问问，以后有什么打算？没什么打算，先混着呗，看看以后咋样。这公司咋说也是我白手起家就跟着干起来的，有感情了。只要公司不赶我，我就跟着走。公司刚筹建的时候，很多事情要顾到人情，现在改组了，就要走新章程了。搞市场光靠人情不行，这个你心里要有个数。只有你行，你才有机会。退股的事儿，我把欧阳雪给得罪了，肖总肯定对我有看法。他现在忙着跟乐盛公司谈判，好多事儿顾不过来，等他腾出手，我估计就该收拾我。你既然预见到这个结果，那你的坚持是为什么呢？我好歹也算创建公司的元老，我的资历只有在这个公司才有用，换个别的地方就没用。肖总真要赶我，我认命。肖总要是给我个机会，那我在公司里就还有希望。我也想过自己做点事儿，可现在啥生意都不好做，还是待在公司里稳当，起码不至于赔钱吧。如果当初对诉讼没点判断，你们还会不会退股？不会，我们不知道丁哥事先已经算计好了。当丁元英问完刘斌这句话后，已经明白了，葛律师的事还没有完。他是个有始有终的人，他不得不以防万一。根据民事诉讼法，如果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的，可以在判决生效后2年内提出再审申请。公司要赶你，不会等到2年。这个大二代里的原始文件作为新发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如果推翻了原判决，你知道公司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刘斌，你我这点唱片的交情，我能帮你做的也就是这些了。你要记住，这个只能用来保住你的工作，不能成为要挟别人的筹码。我这么做已经是很不要脸了，希望你不要让我更丢脸。我懂，我懂。好，那就不耽误你时间了。明天过节，早点回家看看。丁哥，那我先回去了。肖总不是个小肚鸡肠的人，你要是行，你就有机会；你要是不行，到哪儿都一样。我懂，我懂。我先走了，丁哥，再见。刘斌欣喜若狂，仿佛又抓住了命运的主宰。雅文吗？你到我这儿来一趟。
来，请坐。大哥，中秋节快到了，给你买了几块月饼。谢谢。邮件是小丹的父亲寄来的，昨天刚收到，上面写的转交给你。是法兰克福大学寄给小丹的入学通知书。谈判进行的怎么样？大的合作框架还没有谈，就基本确定了。一，乐盛公司将独家有偿使用格律诗品牌及音箱设计专利，独家经营双组分音箱。今后的乐盛旗舰双组分音箱被命名为乐盛格律诗。二，格律诗公司的音响机架产品将全面进入乐盛公司的销售网络。三，乐盛公司将王庙村确立为乐盛格律诗和乐盛旗舰及其他高档音箱箱体的生产基地，由格律诗公司对箱体质量提供有偿担保。四，乐盛公司撤掉高档音箱箱体的生产线，将设备按工序分解，折算价格后以加工费偿还债务的方式借贷给王庙村生产专业户，由格律诗公司承担债务风险担保。谈到第几轮了？第3轮，昨天是最后一次谈判，主要是解决一些细节上的争议，确定10月9日8点19分在古城明珠饭店举行签约仪式，也就是后天。8点19分，怎么还有整有零的？这是乐盛方面的意思。公历10月9日正好是农历8月19日，按公历是取实在长久的寓意，按农历也是取发要久的寓意，是一个双吉日。签字时间也是取发要久的寓意，是一个吉利的时辰。南方商人讲究这个，就随他们了。在古城签约，主要是照顾王庙村的农户，因为有几个项目是乐盛与农户直接签约，农户可以省点去北京的费用，也显得乐盛公司亲和。冻结在索林特的资金很快就到期，柏林那边的事情得回去处理，我就不在古城待着。这个我想到了，我什么时候来接你？订几号的机票？最近几天你正忙，这些事情就让楚风安排人去处理就行了。这个房子的租金12月份到期，承租人现在是欧阳雪的名字。我走了以后，搬家的事情还得麻烦你，忙过这阵子，抽了空，把房子退了，东西还是放在楚风的那个房子里就行。行。我在古城卖过唱片，也因为这个，跟刘冰有一段唱片的交情。你现在是格律诗的掌门人，念我过去给公司做过一点事，我卖个老脸，跟你提个要求。大哥，我做了什么错事，让你这么寒碜我？刘斌留在公司本意不是打工，如果在公司和乐盛公司合作的敏感期间，他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当，可以考虑给他一点股份，让他有一个实在的前途。如果有什么不当，那么就调整他的工作，但是不要辞退，让他有一个留在公司继续工作的就业机会。行，我记住了。欧阳雪是一个很务实的人，当初入股公司有碍于情面的原因，也有支持扶贫的心态。就他本意上说，他除了对酒店有兴趣，对其他的事情一概没兴趣。所以你的接手对于他是一个解脱。以后如果没有特别必要他出面的事情，就不要去打搅他。他只有待在酒店里忙着，心里才踏实。大哥，我有些问题想问你。如果你不介意，我作为小丹的朋友，能不能向你提这些问题？对这些问题，我有自己的看法，但那毕竟是我的看法。我想问的是你的看法。可以。小丹给你打电话，你为什么不阻止他？小丹的电话只有一个意思：道别。面对这样的道别，我能说什么？我有什么可以说的？我知道我阻止不了小丹，小丹也知道我不会阻止。小丹不会因为有了我的阻止而有选择，
我也不是因为阻止不了他而没阻止。为什么？因为他是警察。好，怪了这儿。距签约宴会只剩下3个小时，刘斌心里在感受着时间一分一秒的消失。他觉得自己的命运现在是以分钟来计算。葛律师公司的胜诉，把他在精神上抛进了痛苦的深渊。仅仅一个错误的判断，就让他与那个近在咫尺的锦绣前程擦肩而过。那是一种怎样的煎熬，怎样的心痛！当一切似乎绝望的时候，丁元英给他的新证据，又使他看到了一线曙光，就像溺水的人突然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他认为金钱是衡量一切的准则。这时候他被一种强大的力量主宰着，血液逐渐上升，想象力逐渐膨胀，仿佛手中已经真的把握住了什么，不能甘心。刘斌心里涌起了一股出征决战的悲壮，他要告诉众人，他刘斌也是力挽狂澜的人物，非等闲之辈。如果在肖亚文清除我的时候用这个档案，顶多保住个打工的机会。如果我是出于良心在签约仪式上把新证据当成报告，那就是一条爆炸性的行为。如果我救了乐盛公司，乐盛就得开个价。有了乐盛开价垫底，欧阳雪和肖亚文想躲过这一劫，就必须得给我开更高的价。人人都自私，除了钱说啥都是假的。哟，刘主任，请进，请进。来，里边坐。马哥呢？来，
不忙，赵总要求每个人把协议最后再看一遍，看看还有没有什么疏漏。哎，你这个东家不去招呼客人，怎么跑我这儿来了？说是让我回来配合欧阳雪搞接待，可欧阳雪没给我分配一项具体的工作，就这么干撂。今非昔比，不招人待见了。你这话可千万别在我这儿说啊，别让人误解我是在搬弄是非。我找你有事儿，有大事儿。悦盛公司我就跟你说，我想见见你们赵总。在见赵总之前，跟你打个招呼，听听你的意见。什么事儿啊？法律规定，如果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在判决生效后的2年之内，可以提出再审申请。我想问问你，如果再审能够推翻原判决，现在对悦盛公司还有没有意义啊？你这是什么意思呀？如果我在肖总和赵总正要签字的时候，当场公开葛律师的内幕文件，你们就有了新的证据，就可以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悦盛就能胜诉。如果悦盛胜诉对你们已经没有意义了，那我就没必要这么做了。如果对你们有用，你们能出个什么条件？兄弟，你这是想钱想疯了。丁元英是什么人，你比我们清楚。就算是有你说的那个新证据，那么重要的内幕文件，能放在你手里？哼，这你就不知道了。我和丁元英还真有点交情。丁元英要回德国，他可能也看出肖总要对我下手，特意给我留了一个保饭碗的招。那个装有内幕文件的档案袋就是他亲手交给我的，贴了封条，还做了蜡封处理。那你怎么知道那里面肯定就是内幕文件呢？我了解丁元英，丁元英这人从来就不撒谎。他的意思是让我在必要的时候拿这个吓唬吓唬肖总，能保住工作就行。但我可不想这么一直打工。咱们2家公司现在正在合作，你这么做合适吗？你们能让林董事长明目而没去做，你们合适吗？推翻原判，葛律师就完了，所有的东西都归你们悦盛了。当然，赵总是有脸面的人，我也不为难你们，咱谁也不干那偷鸡摸狗的事儿。表面上我是出于良心和正义感站出来揭露真相，跟你们悦盛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们是后来被感动了，才给的我奖励。你估计赵总能给我点什么？如果错失一个可以推翻原判决的机会，这个责任我承担不起。如果是一场闹剧，断送了2家公司的合作，这个责任我也承担不起。如果把这个难题上交给赵总，那就等于把赵总拖进了是非之地，连个缓冲带都没了。刘冰连丁元英这样帮他的人都能出卖，还有什么不能出卖的呢？你是怕我身上有录音吧？我还没小人到这个份上。这房间里就我们2个人，你说什么死无对证，我说什么也死无对证。你对悦盛公司的情况很了解，我就要你一句话，你们能给个什么条件？兄弟，我现在听你聊这些，就已经冒着丢饭碗的危险了。我懂，我就再不是人，也不能出卖你啊。我知道你在格律师公司的处境，你的心思我也明白。这样吧，咱们先定个小人协定，你仁义，我就仁义；你不仁义，就别怪我不仁义了。你放心，我这个人最讲义气了。如果你的新证据能把这一局扳过来，格律诗音响店就归悦盛了。如果你对公司有特殊的贡献，以我最保守的估计，你至少可以得到1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你还可以担任格律诗音响店的副经理。按公司规定，副经理可以得到10%的利润提成，
就这些？我说过，这是按最保守的估计。如果你纯粹是为钱，那也可以按律师代理费的1/3计算。如果你想当经理，要配车，那要看你以后的工作成绩了。行，我知道了，我回去考虑考虑。我再重复一遍，你仁义，我就仁义。我要不仁义，你可以什么都不认账。我先走了。丁元英，你也有失算的时候。他们不必计较面子，明白？一个个活得轻松自在。可是他们辛辛苦苦工作了一辈子，赚来的仅仅是一时温饱。他们不知道还有个花花绿绿的世界存在，还有高雅和脸面存在。天上那么多的星星，总得有一颗是我的吧？大家请安静。各位来宾，各位朋友，深圳乐盛音响公司、北京格力士音响公司王妙存个体户签约仪式现在开始。我首先代表主办方对大家的光临表示衷心的感谢。下面不能去找肖尔文。虽然肖尔文是控股的股东，虽然他是董事长兼总经理，但是他的身份和地位是得益于欧阳雪的支持。至少在他还没有完全坐稳之前，欧阳雪的意见对他肯定会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感谢大家的光临。应该去找欧阳雪，跟欧阳雪谈。欧阳雪也是股东，毕竟还多了一层同乡的关系。过去我们两家公司经历过一些不愉快，但是我们始终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相反，我们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不愉快的摩擦。我相信这个签约仪式将是我们公司一个新的起点。谢谢。你怎么不进去？哦，这儿说话不方便，到那边去说。来2杯咖啡。什么事儿？这是丁哥亲手交给我的公司内幕文件。这些文件可以作为新的证据推翻原判决。肖总和赵总一会儿就签约，时间已经不多了。我不想当众公开这些文件，也不想让这些文件落到乐盛公司手里。我有几个要求，如果你答应了，就什么事儿都没了。你敲诈我？我敲诈你？当初你那么痛快地答应我们几个退股，肖亚文入股才几天，伯爵公司就出了650万收购格律师。丁元英早就知道诉讼的结果，可他什么都没说。这些都说明什么？说明你们从来就没真诚过。我就3个要求：第一，给我20%没有垫资负债的公司股份；第二，总经理的职务由我担任；第三，公司给我配一辆25万以上价位的轿车。我没别的意思，就想像你们一样，活得像个人。都说音乐熏陶人，听了那么多的音乐，就熏陶成这样。
看来这音乐，你听不听都没多大关系。你干脆点，答不答应？雅文是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公司的事情由他来决定。如果因为这件事情他来征求我的意见，我会告诉他，我不同意。我从不记得公司有什么内幕文件。如果是大哥人为造成的后果的话，我会去找他问个明白。你考虑好后果，别怪我没给你机会。我是摆馄饨摊儿过来的，不吃这个。既然你们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了。刘斌惊呆了，他望着那些白纸，就像望着一堆嘲讽，一种从未有过的疲惫、恐惧和绝望交织在一起。他明白，就在他触动档案袋蜡封的那一瞬间，他就已经推开了地狱之门。先生，你不舒服吗？走开！他对乐盛公司不再有用，他对格律诗公司也不再有用，周围所有的人都会鄙视他。怎么没想到先打开看看？为什么要相信他？我这种人也会撒谎？秋夜的天空星光闪烁，满天的繁星在刘冰的眼里似乎都变成了一只只冷漠的眼睛，充满了轻蔑。他不由得从心底发出了感叹：世界太大，大的能包容罪恶、阴谋、眼泪；世界太小，小的竟然没有他刘冰的立锥之地。秦元英，你撒谎了！你撒谎了！他知道，只要从这儿往下一跳，他就解脱了，再也没有痛苦和自卑，再也不用面对孤独、恐惧和无所归依。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19分，这是个良辰吉日，下面请各方代表正式签字。
今天多喝2杯。恭喜您！这怎么领导了？赵总，合作愉快。合作愉快。大哥要走。喂，刘冰跳楼了。瑶儿，上次你来古城，大哥跟你说过刘冰什么事儿没有？不好意思，久等。都齐了吗？哎，走吧。走。大哥，你又要挨骂。